赛斯说，死亡是被我们共同发明出来的。在赛斯心法中，没有阴灵的观念。灵魂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单位，灵魂具有无法被分解或组合、毁灭或扩张的特质。灵魂是宇宙中最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单位。灵魂的组织特性会改变，但它的存在永远不会消失。例如，在胎儿内的灵魂无法被任何一种流产所毁掉。最准的算命都无法算出你的人生，因为每个人生都在当下改变当中。赛斯对死亡、灵魂和算命的看法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现实不是固定的或预先确定的，而是不断处于流动和创造的状态。关于死亡，赛斯认为它是人类发明和构建的概念，而不是存在的自然或不可避免的部分。这种观点挑战了普遍的信念，即死亡是所有生物都必须面对的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经历。相反，赛斯暗示死亡是一种可以被解构和重新想象的人类建构。同样，赛斯拒绝灵魂的固定、静态概念。相反，他将灵魂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和动态的单位，无法在传统意义上对其进行定义或量化。这种观点强调人类具有不断进化和转变的潜力。我们的精神本质不受固定身份或形式的限制。最后，赛斯对算命的看法反映了对人类能动性和自由意志力量的信念。他认为，由于现实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此任何预测未来或计算人生轨迹的尝试最终都是徒劳的。这种观点鼓励个人专注于活在当下，而不是沉迷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说，赛斯对死亡、灵魂和算命的观点挑战了关于现实本质的传统观念，并鼓励个人拥抱宇宙不断变化、创造性和动态的本质。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故事，一群学者正在讨论灵魂的概念及其在来世的作用。一位学者认为灵魂是一个可以分割和重组的有限实体，而另一位学者则认为灵魂是一个无限且不可分割的实体。为了平息争论，他们决定征求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睿智的老圣人的意见。当他们向圣人陈述他们的论点时，圣人微笑着说，灵魂就像火焰，它不能被分割或分离，但它可以点燃无数其他火焰，而不会减弱其亮度。学者们被圣人的话的简单和深刻所震惊，他们意识到灵魂的本质不是通过逻辑论证或知识话语可以轻易解释或理解的东西。